公子说，剑客一定要有一柄属于自己的剑。于是，我踏入江湖，开始寻剑。后来我寻到了5把剑，却没有一把真正属于我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公子名叫帝清晨，为人淡然洒脱，家财万贯，是天下无双的剑客。我是公子的剑士，名叫剑安，为公子背剑已有10年。公子使的是双剑，一柄名为几日行云何处去，另一柄名为几回落叶又抽枝。2把剑，自然有2个剑士。另一名剑士叫剑平，性子寡言，与我恰好相反。我们为公子背剑，随他云游天下，看遍他一场又一场比武，一次又一次得胜。他从未败过。直到那天，公子从我们手中取过剑，奔去大漠，赴一场多年前便约下的比武。7天后，他回来了，2把剑有一把断成2截。公子双手手骨已被彻底捏碎。他败了，败的代价便是此生不再用剑。那柄断成2截的剑是几日行云何处去，也是我为公子背了10年的剑。苍云缱绻，公子盘坐在树下，我站在他身侧，清风席卷将落的叶，断成2截的剑就摆在我面前。这把剑你已背了10年，如今你把它带走吧。带走？我不解。你与剑平不同，我知道你虽跟在我身边多年，却一心向往自由自在。公子闭目，发被吹起，在风中飘扬。如今我已不需要你为我背剑，你可自行离去。你还年轻，江湖很大，有的你走。我愣了愣，看着公子，平日里向来多话的我，此刻却一个字都说不出。下了山，你便不再是剑士，而是剑客。是剑客，就一定要有一把自己的剑。你去寻到一柄属于你自己的剑，然后再回来见我，将断剑重新还给我。他睁开双眼，目光落在断剑上。因为剑客的身上不必背着断剑，但你要答应我，不能用这柄断剑杀人。我忍不住道：你一定要我走？他收回目光，转向我。我知道你想走，一个人想要去做的事情，谁也拦不住，不如去成全。他说的没错，我确实不愿在他身边就这样待一辈子。我骨子里是不愿受拘束的。于是我不再说什么，双膝跪地，在他面前磕了3个头。10岁那年，我从乞丐堆里爬出，遇见白衣飘飘的公子，他供我吃住，叫我习剑，而我只需替他背剑。他是我的恩人、兄长、父亲、师傅，我对他的感情早已无法用言语阐明，但我终究还是要选择离开。我一定会回来，把断剑还给你。我说。他点点头。我看着剑客之风已然退去的公子，不禁心中酸涩。双剑帝清晨的传说，在大漠之夜后，终将随烈风飘散而去。我站起身来，背上放着断剑与盘缠的行囊，向公子郑重抱拳，然后在漫天飞叶里转身离去。我吃着糖炒栗子，在长街上逛，行人走走停停，我亦是。一间路边酒肆里，一个中年男人正坐在桌前擦他的剑，剑身薄如蝉翼，阳光映衬下，仿佛有千百道流光飞舞其上。我忍不住道：好剑。男人闻言抬眼看我，此剑名白葛，出自天下第3铸剑师林人虚之手，看样子得来不易吧？你想要，我可以把它送给你。男人将剑搁在桌上，应该不会是白送的吧？我笑笑。男人不多废话，直截了当。城北万岔楼里有个名叫点霜的姑娘，你杀了她，这件便是你的。你为何想要她死？我好奇道。她死了，我自会告诉你。万岔楼是一座青楼，富家子弟常住的烟花之地。我虽随公子游走天下，见过很多世面，却从未去过青楼。公子不喜欢那地方，觉得太俗气，便也不许我们去。我想天底下没有一个男人不好奇这地方。我也是男人，我也一样。其实我并不想杀那个叫点霜的姑娘，我只是好奇，到底是什么样的姑娘，会让那个男人抱有杀意。顺便也想趁这个机会去青楼逛上一番。公子给了我很多钱，他出手一向很阔绰。一踏入万岔楼，弥漫的香气便扑鼻而来。
千娇百媚的姑娘们涌上来，搂着我的胳膊，贴在我耳边，吐气如兰。我的身体渐渐燥热起来。公子不愿到这种地方来，是真的因为俗气，还是害怕克制不住自己？我在心里忍不住暗暗发笑。一个蓝衣姑娘双臂环上我的腰，裸露的肌肤光滑如玉，在我身上蹭着，媚意荡漾。公子，今晚奴家服侍您如何？你很美，但我想找点霜。我低头对上她一双媚眼。点霜？她可不能接客了，犯了错被妈妈罚着呢。她犯了什么错？我来了兴致，追问道。她咬了客人。蓝衣姑娘盈盈笑着，挽起我的胳膊。公子不想被咬的话，就让奴家服侍您吧。点着暖灯的房里，被如浪不住的翻涌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奴家叫醉兰。她面色泛红，唇间细碎的呻吟随着我的动作忽而紧凑，忽而绵长。你不是说点霜被罚了？那他人在哪儿啊？我喘息着，动作没有停。公子和奴家共度春宵，怎么还想着别的姑娘？醉兰娇嗔。其实我有点想被她咬。我笑，奴家也会咬人呢。她红唇半张，在我肩上轻轻咬下一口。满屋的春色越发汹涌地弥漫着。灯已灭，醉兰已在被窝里睡去。我穿上衣服，下了床，推开房门走出去。已经是什么时辰了？罢了，不重要。我甩甩胳膊，背好装着断剑的行囊。方才醉兰情迷意乱之际，已告诉了我点霜的下落。柴房，一个客人们通常都不会去的地方，但我应该是例外。夜风习习，吹得房门滋滋作响。轻盈月光随着我破锁推门的动作，悠悠洒进幽暗的柴房。清辉下，我看见一个伤痕累累的素衣姑娘，满头乱发，蜷在角落里。察觉到我的到来，她惊恐的又往墙角缩了缩。别害怕，我跟他们不是一伙的。我只能说，我慢慢走过去，看清楚她身上血迹斑斑、触目惊心的伤口，不禁心中一震。这是犯了多大的错？不仅被打成这样，还承载着一个男人的杀意。那个要送我剑的男人，莫非就是被他咬了的客人？不就是咬了一下，我看他还身强体壮的喝酒擦剑呢。至于做到这样，一条人命一把剑，这样的价值对等吗？我根本没做过多的思考，心里已然有了答案。我缓缓吐气，然后弯下腰，向他伸出手。要不要跟我走？我带你离开这儿。天渐明，我把他安置在一家客栈。再次推门而入的时候，我手里拎着一大笼热包子，一只烧鸭，一包糖炒栗子，一堆外敷药粉和细纱布，还有2套姑娘穿的衣服。他没有逃走，只是蜷在床边。我本微微惊讶，转瞬又明白过来，他现在浑身都是伤，想逃走应该不是易事。还是说，他信任我？我帮你上药吧，你身上好多伤，不处理的话，你肯定挺不过去。我说着，拿着那堆药粉瓶和细纱布，走到他身边。他胆怯的抬眼，乱发遮掩的眸子里有泪花翻涌。可能会有点疼哦，忍一忍就好了。我以前经常帮公子处理伤口的，相信我。帮你买了新衣服，我也不知道合不合适，待会儿你试试，总不能一直穿着这件破破烂烂的衣服吧？被关在那种地方，肯定不能好好吃饭。我买了我爱吃的东西，等一下你尝尝，看合不合你胃口。哎，对一个姑娘下这么狠的手，真的还有没有良心啊？我手里包扎着，嘴里也没闲着，滔滔不绝。他静静地听我说话，泪水不止地从脸颊上滑落。是不是太疼了？我停下，问道。他不说话，只是自顾自地流泪。我伸手揉揉他的发，轻声道：“没事了，那个破地方再也不会回去了，也没有人会那么对你了。”他看向我的泪眼里，已没有了最初的敌意，只是哭意越发汹涌。要不等我包扎好你再哭吧，不然眼泪掉到伤口里会很痛的。我笑着。就这样，我和点霜相处了2天，他连一句话都没说过。他对我的回应，永远只是点头或摇头，不然就是既不点头也不摇头。终于，我忍不住问他：“你一直都不说话，不是讨厌我吧？”他摇摇头，然后拿笔在纸上写下几个字：“我不能说话。”我愣了一瞬，道：“
原来如此。对啊，我怎么没一下子想到呢？你生来便如此吗？他抬手又在纸上写下：他们把我卖到青楼里，又把我毒哑。我心里一颤，简直不是人。他们是谁？他却停了笔，不再写。算了，不想说也没事。你知不知道，其实有人要我来杀你来着？不过我并不想杀你，这你放心。那是一个留着胡子的男人，年纪已不轻，大约你爹的岁数吧。你是怎么惹上他的？我乱七八糟说了一堆，他却一直沉默，不愿再拿起笔写任何一个字。好吧，我不打算问了。半个月的时间就这样过去，点双身上的伤在慢慢好起来。我生来话就很多，他从来都不表现出厌烦，很耐心的听我说话，不时点头附和，偶尔也会拿笔在纸上写下些话来回应我。有人喜欢听我说话的感觉真的很棒。从前待在公子身边时，公子和建平都很排斥我这多话的性子，他们两个都喜静，话少得要命。每当我要打开话匣子时，公子就用一句去练剑来打断我。眼下我正摊开一张地图，对点双道：你有没有想去的地方？他看了一会儿，指尖落在图上一处。雪光城。点双点头，笔墨在纸上落下一行字：那是我的家。好，我们一起去。也许在那里我能找得到属于我的那把剑。不过我的目光在图上扫过，这个地方不算近，你不着急的话，我们沿途就多停留一会儿，到处逛逛。打定离开这座城池后，我们就背着行囊上了路。高大树木在路旁拔起，绿叶在风的吹拂里摇摇欲坠，一片叶遮盖我的视线，而后又被轻轻吹开。我的脚步顿住，我看见一群各色衣着的人，手里拎着剑走向我们，步子渐停。一共6个人，身上分别穿着灰、蓝、青、黄、红6种颜色的衣服。我察觉到点双的身体猛地颤抖一下，他在害怕。这些人就是你说的他们？我偏头问。他点点头，浑身发抖。我握住他的手：小哑巴，你胆子挺大，还敢逃出来？不知道出来就是个死吗？人群边缘，一个黄衣男人出言道：不逃出来，恐怕也是个死吧。我耸耸肩，毕竟有人要我去万岔楼里杀他来着。是点大侠要你去的。黄衣人接话：不知道啊，我不认识他。我坦言：他就在你身边，那你为何还不动手？领头那灰衣人冷笑：因为不想啊。我笑了出来：兄弟，你看上谁不好？看上个哑巴妓女？知道他被多少人睡过了吗？青衣人嘴里嚼着草，说道：无所谓啊，有什么好在意的？我摊手：我比较在意的是，你们口中的点大侠到底为何要杀他？一个剑种生下来的东西，竟还有脸来认点大侠为父？剑种吗？就不配活着？青衣人嘴里不停嚼着，哈哈大笑道：我不禁皱眉，她是点大侠的私生女？大概是吧，不过就凭她还想攀上点大侠，简直是痴心妄想。不说废话，你就不会杀人吗？领头的灰衣人朝他冷冷道。闻言，青衣人闭上了嘴。我的手仍在紧紧握着点双的手，他的指尖冰冷。原来她是那点大侠的私生女，要杀他是为了自己的名声吗？我松开点双的手，把身上背的行囊卸下，塞到他怀里，躲到一旁，帮我保管一会儿，可以吗？他抱着行囊，点点头。我随手折下一根树枝，拿在手里。6人手中剑已出鞘，杀气瞬间弥漫开来。真巧，你们用剑，我也是。我说：剑？黄衣人看着我手里的树枝，大笑起来。该不会是我眼瞎了吧？剑在哪儿啊？等一下你就见到了。我也笑。交错的剑光在林中纵横飞驰，我手中树枝已化为利器，击破6人排出的剑阵，划出簌簌飒飒的破风声。树枝膛下一柄又一柄剑，早已伤痕累累，而我的步子却从未退却。公子说过，剑最重要的不是形而是气，运气入物，则物物为剑。磅礴的气已将树枝裹挟，我转手如剑般刺出，鲜血喷涌。挥扫，横挡，快刺！
耀眼的红光在黄衣人的胸膛炸开。现在，你看到我的剑了吗？我笑，反手一挥，3把剑齐齐摔落，他们的主人也已跌入这嫣红血池。剩下的2人面色凝重，站在我两侧。下一瞬，2人同时向我奔来，剑比较快，以先一步狠力击出。我轻轻跃起，仅剩下半截的树枝斜斜刺下，血的气息在风里飞扬。落地，我的剑气从树枝中涌出，击碎身后最后1人的经脉。不愧是领头的，果然比其余人要厉害些。风止，灰衣人倒在地上痛苦呻吟。要不还是一剑了结你好了。地上有6把剑，你想要用哪一把？我问。他当然不肯回答我，于是我便抄起了他的剑，给他最后的痛快。这是我第1次杀人。我看着满地5颜6色的尸体，喘息着。公子杀过很多人，大多都是他的手下败将，因为他们之间的比武向来都是决斗。江湖决斗大多生死定输赢，那我这算什么呢？也不是比武，也不是决斗，就只是这样把人杀了。也许我是想要他们的剑。我喃喃自语，毕竟比起树枝，我还是更喜欢用剑。从地上拿起一把剑，我打算就这样占为己有。这样就算是寻到剑了吗？我挠挠头，总觉得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。再抬眼，点霜已走到我身边。我看着他，轻轻笑了笑。也许我杀人也是为了他吧。我与点霜在一家草棚盖着的酒肆里落脚。我喝着酒，他饮着茶。正想好好看看刚到手的剑，我却隐约察觉到了一股杀气。杀气透过风的空隙，直逼我面前。摆酒的桌子似乎微微震了震。一个提剑的男人走了进来，剑身如虹，流光溢彩。是你啊！我笑笑。男人在我面前站定，面无表情的开口：我听说这个被关在万岔楼里的哑巴被一个年轻男人偷偷带走了。我点头，示意他说的对。我派了我最信任的色光6剑去堵你，他们个个都是江湖上的用剑好手，却被你通通杀死。你是在夸我很厉害吗？谢谢啦。我笑。男人面色一沉，道：你有2个选择，一是杀了他，今后替我做事。你杀了他们，我不仅可以原谅你，还会给你数不尽的钱财和女人。当然，我手里这把剑也是你的了。第2个呢？第2就是死在我剑下。我深呼一口气，那就给我一个和你决斗的机会吧。我站起，握住长剑。为何一定要做死在我剑下的准备？难不成你真的看上他了？男人不解，冷言道：第1，我不愿替任何人做事；第2，他并不该死。我淡淡道：你也不想要这把剑了？想，但并不一定要杀他。我提起剑，笑着：杀了你，我一样能得到他。说得对。男人目光中爆射凌厉寒光。但你做不到。剑气从男人手里劈出，木桌顿时4分5裂。酒肆主人见状，已转身躲了起来。喂，出去打吧，人家还要做生意呢。我出言道，已先一步跃出酒肆。男人持剑追来，幽暗林间，天光惨淡。剑在我掌心翻滚，飞快刺出，双剑交击，碰出道道流光。流光斩断片片枝叶，化成一抹灿烂彩霞，在男人剑上流淌。真是好剑，打起来也这么美。我忍不住叹道，侧身躲过一剑，沾了人血会更美。男人冷冷地道，反手一剑刺向我腰间。我整个人斜斜划过，冲迎内力的一掌灌出。哈，那就容我期待一下好了。男人接下一掌，剑重新在五光十色里纷乱刺出。好乱的剑法！我失笑，不停闪躲。看似乱剑，却好似处处带有致命一击。幽暗层叠的枝叶下，剑光交错跃动。那把白葛剑就要擦过我脖颈时，我偏头，左手以握拳击出。男人后退一步，白葛剑的轨迹堪堪偏离。我掠起身来，轻轻落在树枝上。不过，能杀人的话，就是好剑法。耳边树叶簌簌而响，下一瞬，我俯冲而下，剑气划破劲风。男人的胸膛有了一道血痕。
血痕慢慢扩散，在心口处化开，这才是真正的致命一击。我手里拿着染血的白葛剑，不禁叹道：“确实，好像更美了。”点霜走在我身边，怀里还帮我抱着行囊。我把剑挂在腰侧，从他手里接过行囊背上。行囊里的断剑，我早已拿给他看过。几日行云何处去，的确是把好剑，如今归属于我，却无法用来杀人。也罢，那就让他见证我这一路寻剑的历程吧。我们向西而去，已到了另一座城池。入城几步，便有间酒肆。酒肆里，我与点霜对坐，点了几个菜，我们便吃起来。我喝着酒，目光被一道声音引去：“想赊账？没钱你喝什么酒？”酒肆伙计冲一个少年怒言道。少年面色通红，局促地抓抓头发。我真的不知道我的钱袋什么时候掉了。你这穷小子，几碗酒也值得编瞎话？那伙计不依不饶，抓着他臭骂。我走过去，大方掏出一锭银子，丢在伙计掌心。1顿酒钱而已，我替他付了。伙计掂掂银子，满意的走开。解决了酒钱，少年却仍是一脸愁苦。我忍不住道：“干嘛还愁眉苦脸的？没钱了，根本不算什么大事嘛，让朋友请你喝酒就好了。我现在不仅没钱喝酒，连和朋友的约定也没办法履行了。你们约定了什么？”我好奇。我们约好3日后在落阴关比剑，可今早我的剑却不慎掉入滔滔江水，再也寻不到了。少年叹气，满脸懊悔。我知道你没钱再买一把剑，但你为什么不去找别人借呢？我本来就没什么朋友，谁肯借我？他沮丧道：“这有何难？我借你。”我道，手里已将白葛剑摸起，递了过去。少年愣住，我却笑笑。虽说我很喜欢这把剑，但看起来你更需要它。你请我喝酒，还借我剑，好人，你真是个好人。他说着，眼泪好像都要掉下来了。我禁不住哈哈大笑，拍拍他肩膀：“那就好好赢一把，来当做对我的谢礼吧。”少年抱拳，接过剑。那我要怎么把剑还你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只是途经此处。我坦言。但江湖虽路远，有缘自会再见，不是吗？我笑着目送少年背剑离去。白葛，我寻到的第2把剑就这样送了出去。我并没有忍痛割爱的感觉。看来这把剑并不是我要寻的那把属于我自己的剑。我豁然笑笑，继续踏上寻剑的路。方泽是这座城池的名字，只因这里有一片巨大花田，花瓣间翻飞的芳心把暖风镀上香气。我和点霜在香气里徐徐踱步。这里有你喜欢的花吗？我的话音方落，另一阵喊声已盖了过来。抓住他！他就是那个近日来诱拐市井少女的采花大盗。我下意识折下一朵花，转身直出。飞花充盈着内力，所过之处划出一道劲风。那意图用轻功逃走的大盗，脚踝处一抹鲜红喷涌，人已摔落在地。方才大喊的男人已追了上来，一剑利落刺在大盗胸口，肆意残害无辜女子，杀你10次也不为过。我看着这剑客，喜道：“元修。”他抬眼咧嘴笑道：“剑安，许久不见。”谢元修，我在江湖上的第一个朋友。那一年我随公子去堑州，也是碰上他在惩恶扬善，我也是像这般出手相助。他实在是个正气凛然的剑侠。你家公子呢？元修开口问我。他要我自己去江湖上寻一把剑，属于我自己的剑，寻到以后再回去见他。那你寻到剑了吗？寻到了，却又没寻到。总之，我现在手里并没有一把完整的剑。我笑笑，这样，我带你去找我的铸剑师朋友，让他替你打一把剑如何？他技艺很好，看，我这把剑就是他打造的。元修扬扬自己手中的剑，这剑剑身不长，比寻常剑还要宽些，色泽碧蓝如洗，淡光翻涌，再好不过了。我笑，转言又道：“你这剑可有名字？”碧落是他的名字，很衬他。我点点头。元修的目光落在我身后的点霜身上。是心上人吗？我转头看着脸颊微红的点霜，不禁笑笑。
也许这是个多雨的小镇。我们到这镇上不过3天，雨却下了2天。我一边帮点霜遮雨，一边随元修走进一间小铺子。元修说，这就是他那铸剑师朋友常待的地方。可如今铺子里却空无一人，门开着，人却不在。奇怪，他若是外出，定要把铺子锁好的。元修皱眉，等雨停了，问问附近的人吧。我出言道：寻人不成，建业，我们只好暂时分别。1日后，元修重新找上我。平竹亭里，我们对坐。亭外仍是淅淅沥沥的雨。他摸着放在石桌上的碧落剑，面色凝重，一股浓烈的悲伤在雨雾弥漫的空中徘徊翻涌。可是发生什么事了？我缓缓出声：他为极乐帮帮主打剑，极乐帮帮主不满意，就让人杀了他。元修闭眼，努力让自己的声音镇静。欺人太甚。我吐出一口寒气。所以你要去极乐帮？元修握紧了碧落剑。我一定要去，他是我7年的朋友，我怎么可能就此不管？我点头，明白他的内心。我同你一起去。元修摇摇头道：建安，无论如何，等我10天，10天以后，我一定会来这亭子和你见面。到时候我们痛饮一场。他看着我，目光如灼。好，我会摆满1桌子酒，等你回来。我的声音穿透密语。元修戴上斗笠，拿剑抱拳，转身走进雨里，迈开坚毅的步子。雨丝里裹挟着的磅礴悲愤，随他的身影缓缓而去。这10天，我带着点霜，几乎把整座城池逛了一遍。我剥了颗栗子放在他手心，很甜，尝尝。他静静嚼着栗子。雨后晴空像碧落剑的颜色。我看着天空，道：他会回来的，对吧？点霜在我身侧，重重点头。平竹亭外，密雨轻打着。我坐在亭中，脚边已有8大坛子酒，桌上已摆好2只碗。元修果然回来了，却不是走着回来的。一个瘦小的黑衣男人抬着一口棺材，在亭外驻足。雨无情地敲打着木棺，怎么也敲不醒里面的人。木棺已开，我走出去，为关中人打伞。谢元修，我在江湖上的第一个朋友，向来以惩恶扬善为己任的仗义豪侠，如今就这般静静地躺在棺里。冰冷的尸身上布满了已黑的血洞，原本清亮的碧落剑也已沾满血污，躺在他的主人怀中。我无言，只任自脸颊滑落的滚烫，如雨般重重坠落。瘦小男人开口：我是一名盗尸人，他生前已与我做了交易，要我在他死后把他的尸体带到这平竹亭。他说他要来赴朋友的约。我轻轻点头，向他抱拳：多谢。他没有失约。男人道：他没有失约。我道：我拿起碧落剑，让雨水洗净剑身，血污层层剥落，露出清澈亮洁的碧蓝色。关中苍白的面孔与那张热情洋溢的笑脸重叠。我深深吐出一口气。你对你的朋友上能做到如此，我又为何不能？我挥起碧落剑，斩断眼前的雨丝。元修，就让我用这把剑替你报仇，如何？雨渐大，如瀑般倒泻于大地。坐落山谷中的极乐帮也在遭受暴雨的肆虐。倾巢而出的几十人已将我的来路封住，冰冷的雨丝将我身上每一寸衣物都浸透。碧落剑早已散发出冷冽的寒气，无尽的悲愤在寒气里竭力徘徊。几十柄长刀用洋溢的杀气回应雨水的浇灌，雨滴在空气里凝了一霎，下一瞬，战意燃烧，雨滴破散，长剑穿透密布的雨帘，与长刀相击，纷乱的人影在刀光剑影里跳动翻滚。我转手用剑扫出一个凌厉的圈，剑气携着浓烈杀意扩散开来，利器扫过的劲风斩断雨丝，血光乍现。轰！雷声滚滚，映衬着澎湃杀伐。我左臂挥起，一拳击碎面前人的肋骨，右手斩出，一剑刺穿身旁人的咽喉。左右又是2柄长刀围过来，我错身躲过，掌中长剑轰出，纷飞的鲜血被雨丝切割成碎片。在满地灼热横流里，走上来一个男人。男人的雄浑气势中
挥泻着滚滚杀意。找死！两字吐出，厚重的大刀撞碎疾驰的雨，朝我劈来。我闪身而过，刀气将肩膀擦伤。又一个转身，剑飒然刺出，被大刀挡下，火花乍见一击。脚下一踏步，手中风驰电掣的一剑又一剑。男人的身法并不快，却能够躲下我的全部攻击。他的刀蕴满了磅礴的力量，在我身上留下一个又一个血洞。认命吧，你会和2天前那个不要命的小子一样，死在我刀下。男人嘴角勾起轻蔑的笑，我咧嘴笑笑，感受愤意在胸腔里横冲直撞。左掌握拳，凝聚内力，轰然击出。他很强，但我一定会杀了他。刀意料中的招架住了我这一拳，骨肉碎裂的声音伴随喷涌的血色灌入我耳中。暴雨冰冻了我的痛觉，我笑着，右手势如破竹的一剑遁入男人不得防守的胸膛，血花在他的心口处炸开，刀重重跌落，吼出哀鸣一响。客栈里，点霜看着我破碎的左掌，眸中溢出泪花。我索性掏出匕首，齐腕斩断残连的血肉。没了冰冷雨水的麻痹，疼痛瞬间钻进心间。我故作轻松的笑笑，抬手为点霜抹去他眼角的泪。我丢了一只手，你会嫌弃我吗？他咬着唇，拼命摇头，神色悲哀。我揉着他的发，道：“我们一起去把碧落剑还给元修吧。有山涧溪水流淌的密林里，是我为元修选的栖身之地。”我呼吸着雨后沁然空气，将碧落剑送进尘土里。碧落，你替你的主人报仇了。这是元修的剑，也不是我要寻的那把。我起身，牵上点霜的手。走吧，我们继续巡检。齐州气候渐干，我们在一个热闹市镇的街头落脚，住进一家热情老板经营的客栈。夜里，我躺在床上，忽然很想出去喝碗酒。已深的黑夜，一间小酒肆外挂着灯笼，灯光昏暗。烈酒入喉，一个熟悉的人影在我面前坐下。我抬眼，喜道：“建平。”许久未见的建平，我的剑士朋友，一如既往般冷静地坐在我对面。他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。公子死了。我呼吸一滞，在你走后第2天，他就毒发身亡了。我愣愣地看着他，拿着酒碗的手已冰冷僵硬。毒？他去大漠找百里静瑶比武时，百里静瑶为了赢过他，给他下了毒，这才是他败了的原因。建平淡淡道，声音毫无波澜。我费力的呼吸，胸膛痛苦的起伏。建平不再说话，我也无法开口。漆黑夜空下，一片悲凉渲染出的寂静。方才咽下去的酒在胃里苦涩的翻滚。生死实在是来得太容易。公子说过，剑客不是死在剑下，就是对他最大的侮辱。况且胜之不武，是习武之人最唾弃的一点。心脏被哀痛挤压，我竭力调整呼吸，道：“他那把剑，你还背着吗？”建平点头，从自己的行囊中摸出一把剑，几回落叶又抽之。公子的另一把剑，我接过，单手拔剑，青光从剑身上闪现，刺穿了黑夜。我会用它去大漠找到百里静瑶。建平无言。我起身自行仗剑而去。我坐在客栈里，看着点霜慢慢喝完一碗粥。也许我不能陪你一起回家了。点霜抬头错愕地望着我。我要去大漠杀一个人，一个很强的人。百里静瑶，西边最出名的剑客，是能够与公子抗衡的人，而公子的实力要比我强上10倍。我与他之间的对决会是什么下场，根本无需明说。我并不是个悲观的人，我和你说这些，只是因为此番我就是去赴死的。我看着点霜，悲痛的热血在胸腔里燃烧，但我若死，定要他一同陪葬。点霜以指尖为笔，在我右手掌心写下3个字：我等你。一股暖流从我心底划过，我忍住落泪的冲动，把他拥入怀里。如果2个月之后我还没回来，那你就不要等我了。我感受到胸膛的衣服被他的热泪染湿。我的钱袋里有足够的钱供你一人度过几个月。我把沉甸甸的钱袋放在桌上，
一瞥，看见了公子的断剑，默然躺在粗布里。几日行云何处去？这柄断剑就留给你做个纪念吧。我深深地望了他最后一眼，然后携着一腔卑劣，转身不再回头。黄沙在燥热的风里翻滚。37水云剑阵是件百里劲摇的必经之处，没有多余的言语。37柄长剑迎着烈风击出，长剑如水，在大漠里汹涌流淌。我一步步向前，掌中剑已接下百招，剑光缭乱，在风中无序飘扬。手中泛着青光的剑忽地闪电般劈出，剑气澎湃，震落几柄长剑。水云剑成群而至，我凌空翻身，长剑划出一道弧光，青光坠落，血色翻飞，地上已倒下7人，我身上也已添了几10道伤痕。你破不了这剑阵，再出一招，你就会死。手执长剑的一人在剑阵中开口，我听着，心中顿时了然。凡是阵，必有阵眼，阵眼即破阵的关键。面前这个人便是所谓的阵眼。我不再犹豫，右手挥起，一剑刺出。他的人迎上来，左胸心口处露出可乘的破绽，我却将剑尖偏转，一剑斩向他的手。水云剑跌落，被喷溅的鲜血染红。那人捂着断手处，后退一步，在黄沙里站定。我本可以一剑刺他心口，但我没有，因为我知道，若我刺他心口，倒下的人便是我。那一瞬间的破绽，是他故意留给我的。他出言，就是为了激我动手，一剑去刺他的破绽，给人以破绽的假象，实则却是个死亡陷阱。若我不去斩他的手，那把剑就会刺进我胸膛。29柄剑同时落地，29个人分至散去。断手的人无言，用另一只手捡起地上的剑，淡然在自己脖颈处撕开一道鲜艳血花。无垠的大漠，没有尽头的黄沙，谁又能想象得出这样的地方有一座如水般的高楼？碧蓝剔透的楼身犹如自水中拔起。7层119级台阶，我一层层走过，空无一人。直到最高处，我看见与天云相接的阁楼里坐着一个男人，穿一身与此楼格格不入的黄褐色长袍，举杯将饮。很多人都来闯过我这剑阵，一闯便再也没回去过。男人开口：“几月前，你赢了一个人。”我说：“没错。”他点头：“今日我来赢你。”闻言，他笑了笑，拿起另一个杯子，斟满，递给我。我看着道：“不必。你不喜欢喝酒？”百里静摇道：“我喜欢喝酒，但从不喝有毒的酒。”我冷笑。他怔了一下，随即咧嘴笑道：“毒？为何这么说？上一个喝你酒的人已死了。”他将酒杯放下，道：“他是中毒而死，是不是你心里最清楚不过？”我竭力让自己冷静。百里静摇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我实在太想赢他。一个武者为了赢是可以用尽各种手段的，胜之不武，怎配为武者？”我冷言道。他竟点点头，站起身来打量我：“你的左手因何而断？为朋友而断？”亦是。百里静摇久久看着我，叹道：“今日你闯阵来找我，也是因意。”是。我浑身血液滚烫。能否告诉我，他是你什么人？我深吸一口气。他是我的恩人，是我的兄长，是我的父亲，也是我的师傅，是我在这世上最敬重的人。百里静摇缓缓点头。那便拔剑吧。沸腾的战意在碧水般的阁楼里燃烧，烧干汹涌的水流，两方剑气在干涸的流水间交汇碰撞，青光自我掌中劈出，直闪面前的男人。叮！双剑交击，细碎火花飞溢，烧灼滚烫的杀意。百里静摇手中是一柄如土般昏暗的剑，挥收间，一缕淡淡金光流淌其上，金光澎湃，与青光相接。这是他的剑？百里静摇出言问道。是他的剑。你是要用他的剑替他报仇？正是此意。我说着，又是一剑劈出。百里静摇闪身躲开，
剑气把他身后的窗子轰裂，碎屑纷纷散下。他脚下一蹬，整个人向着飘来的沙土迎风掠出，我的身子穿梭飘扬黄沙，紧随而下。落地的一瞬，我们已过了10招。你们的剑法很像，却又不像。我没有回应他，翻身闪过一剑，在尘土弥漫中再次刺出长剑。烈阳自沙海中消逝，明月涌出，挂在大漠的无尽处。沙土变得寒凉，在越发明亮的剑光里飞滚。百里劲摇掌中昏暗一剑击出，掠上我的咽喉。我整个人后仰，步子在沙土里快速划过，堪堪错过这致命一剑。躲开的一瞬，又是无以数计的剑招轰在我身上，破碎的血肉翻飞，混在黄沙中。我咬牙，拼命寻着他剑里的空隙。他看似不徐不疾的一剑又一剑，其中却竟无一丝可乘之空隙。百里劲摇渐入佳境的紧密攻势下，我只有闪躲的份。闪躲不及，便是一块肉被高速削下，鲜血淋漓的沙落地，又被剑锋扬起。我冷静的躲避，耐心的寻找时机。而当百里劲摇一剑落空时，竟又鬼魅般闪到我身后出剑。我伸左臂格挡，剑刺穿我整条胳膊，忍着痛，右手挥起剑来，一击刺进他肩头，鲜血横飞。百里劲摇后退一步，但下一瞬，就是铺天盖地的汹涌剑气朝我袭来。摧枯拉朽的种种剑招纷至沓来，渐渐刺破衣料，遁入血肉。血在我全身各处喷涌着，我脚下虚浮一刹，跌入嫣红沙土。沙土摩擦着我的脸，让我清醒了几分。数不清自己身上已被刺出多少血洞，但我丝毫不在乎，因为今日要赢他，就是准备用我的命来换的。只要我还剩一口气在，这场决斗就还没有结束。我身子颤抖着，踉跄站起，不断涌出的鲜血已将渐凉的沙土重新浇出一片热意。我双脚踏在黄沙里，感受自己的鲜血带来的滚烫。滚烫的血渐渐回灌我的胸腔，拼命燃烧。掌中的剑重新击出。公子说过，要想得到一个珍贵的东西，就得先失去一个珍贵的东西才行。人生是这样，决斗里亦是。薄凉月光下，红沙弥漫，几千次躲闪出剑后，面对百里劲摇的攻势，我第一次没有躲。那柄昏暗却萦绕金光的剑稳稳刺进我的胸膛，这是致命一剑。我吐出一口污血，剑已脱手，摔落沙中。但剑脱手的一瞬，右手掌已汇聚起磅礴内力，捏碎面前人握剑的手，骨肉碎裂声徘徊在静默的大漠里。百里劲摇怔怔地看着我，我费力笑着，不停咳血。剑客之间的对决，就是用剑击败对方。吐掉一口血，我继续道：“我还没被你的剑杀死，所以我没有输，你却再也拿不起剑。”百里劲摇看着他扭曲的右手，缓缓点头：“所以是我输了。”他用左手捡起我掉落的剑，然后道：“愿赌服输，在我看来，败者没有颜面存活。但在我死之前，我想告诉你一件事。”我站在冰冷沙土里，听他说话。我没有给帝清晨下毒，我平生也最憎恨是如此诡计之人。他缓缓开口，我心中猛地一凛。剑客的剑永远光明磊落。他咧咧嘴，笑着：“那你一开始为什么要承认？”我的掌心瞬间冰冷。在这江湖间，能闯过阵做我对手的人已不多见，所以我格外珍惜每一个对手。如果我不承认，你也许就不会和我决斗了。就算我们打了，你也未必会使出全力，不尽全力的比武没有意义。我怔怔看着他的笑脸，喉咙仿佛被寒冰塞住。他缓缓吐气，又道：“我的江湖名号叫水中沙，这也是我佩剑的名字。”他的目光落在我胸口那把剑，我轻轻一把，细碎血色纷落。我愣住，这才发觉这一剑捅的并没有想象中深，只入半分的剑，何谈致命？他根本就没想杀我。想要这柄剑的人很多，但只有赢了我，才能从我手中拿走它。现在你赢了，拿着它去杀你真正的仇人吧。他笑笑道：“我的胸口不住地起伏着，
无以言说的情绪交织错杂，填满痛苦跳动的心脏。我来不及开口再说什么，百里竟摇椅挥起公子的剑，在咽喉处划出一道猩红，鲜血骤然涂开昏暗的沙。卑劣的风越过一个又一个沙丘，游荡于大漠间。我被心中的悲愤支配，拖着剑，一步一步踩着黄沙前行，无暇顾及浑身的疼痛。黄沙弥漫下，我看见了一个人，手执长剑的人。你还活着？他的语气第一次有了变化。剑平，我冷冷地看着他，手里的剑慢慢扎入沙土，愤怒在掌心流淌，烧灼着剑柄。公子究竟是怎么死的？我杀的。面前的人恢复以往的平静。为什么？我颤着声音。一个剑客失去了拿剑的资格，他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？剑平淡淡道。我气急反笑，他的生命有无意义，凭什么由你来决定？因为我与他才是一种人。剑平冷厉的目光对上我的双眼。一个真正的剑客心中没有爱人，没有朋友，甚至没有自己，他在乎的只有剑。冷过寒冰的声音刺进我的耳中，如一柄锋利长剑，捣碎血肉。他用剑的手已残，使剑的心也已毁。他放弃了剑，也就意味着他放弃了生命。他可是亲口对你说，要你了结了他的性命。我死死握着剑。他什么也没说，我只知道他已不配活着。剑平轻飘飘道。我费力喘息着，心脏被巨大的悲凉与愤怒所淹没。你为何要骗我？他注视着我，淡然道：因为你不配用剑，你的剑道里掺了太多无用的东西，所以你想要我死，死在百里劲摇剑下。我不禁冷笑。是，身为一个剑客，你已偏离了真正的剑道，不配活着。我们三人10几年来的相处，对你来说究竟算什么？我还是忍不住开口问。公子不是我的恩人，你也不是我的兄弟。剑平的声音里没有一丝波澜。我们3个只是为剑而活的3人。月已隐去，天光乍现，烈阳徐徐翻涌，金光镀着黄沙，刺眼夺目。不，我对上他的目光，摇头。我从不为剑而活。公子曾说，无上剑客，绝情绝义，无亲无友，必定是孤独到极致的人。这便是剑平想成为的样子。我知道，我却注定不能成为这样的人，因为我想拥有相思入骨的爱人，肝胆相照的兄弟。我想做个有血有肉、知恩懂义的人，而非未见殉道的孤独客。我与剑平就是截然不同的人，我们走的也是截然不同的2条剑道。恍然间，我好像明白了，我一直想去寻的那把剑，也许从一开始就藏在我的心里。所谓的剑并不重要，真正重要的是一个剑客心中所坚守之道。公子让我踏入江湖寻剑，也许只是为了让我认清那条属于我自己的剑道。你练的是绝情断义之剑，我练的却是重情守义之剑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对剑平道：你不认可我的剑道，我也不认可你的剑道。剑平无言，手里握着他的剑，看着我。所以对我来说，我完全没有该死的道理。我缓言道：你没有死在百里劲摇剑下，也会死在我剑下。剑平开口。我用手背抹去嘴角的血，咧嘴笑笑。也许我早该想到，我们之间必定有这么一战，我却觉得死的人会是你。我笑着握紧掌中剑，因为我相信友谊终胜无情。大漠烈风在耳边呼啸，2把剑同时刺出。全文完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故事，喜欢就订阅吧。